Hola， 大家好，我是小丁，我是小潘。2021年是我们裸辞后旅居世界的第2年，在这一年里，我们一共旅居了5个不同的国家。除了去一些很想打卡的旅游景点外，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常待在某一个适合数字游民生活的城市，或者是某一个远离闹市的灵性社区，体验各地的文化和各式各样的人一起生活。2021年3月，在墨西哥，我们告别了1年半的房车旅居生活。4月，我们来到危地马拉，住进了本地人家里学习西语。后来，在美丽的阿提特兰湖边，和各国嬉皮们一起在一起生活了2个多月。6月，来到美国南部，拜访一对远离人群、亲手建家园、打算自给自足生活的夫妻，帮他们画集装箱壁画，体验了他们的生活。8月，来到哥伦比亚麦德林，感受这座前毒枭之城到全球创新城市的变化，见到了重生之后的城市中人们充满了活力。10月，来到秘鲁印加古城库斯科，在附近的山野社区生活，遇到了很多来寻求古老安第斯草药疗愈的人们。这些国家有的被认为很危险，有的很原始，也有的比较发达。跟各种各样的人近距离的生活在一起以后，我们感受到了不同国家的巨大差异，同时也看到了各种各样人不同的生活方式。首先，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不平等的。在富裕的国家，你可以看到生活质量明显更高，有更舒适的房子、更时尚的服装。即使不喜欢本国生活，也可以选择去一个欠发达国家过上安逸的生活。即使同样是在第3世界国家的人，富裕的家庭与贫穷的原住民对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性格也是天壤之别。看到不平等的状态，让我们更加珍视现在的生活。这里必须得感谢我们的祖国，让我们过上了优质、不愁温饱的生活。第2点感受就是，当我们用真实的眼睛去看世界，往往会看到跟传闻中不一样的地方。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就完全都是真相，但会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又完整了一些。说到墨西哥，可能大家想到的是毒枭，是枪林弹雨，但其实墨西哥普通人的生活很欢乐，而且也很放松。墨西哥人的性格真的热情浪漫，而且他们很愿意花时间跟朋友相处，过家庭生活。哥伦比亚也以危险而出名。我们待的麦德林曾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但现在却变成了全球出名的创新城市。在哥伦比亚人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生活浓浓的热爱，整个城市里面都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我们也跟本地人聊过，正是因为过去黑暗的历史，他们才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只要有机会，就会给生活多加很多欢乐。对秘鲁，我们曾经只知道那些闻名世界的旅游风土，以及听闻非常落后的基础建设。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最让我们新奇的却是安第斯的古老文化。这里的一些原住民保留着非常古老的传统，使用神奇的草药，举行各种古老的仪式。这些独特的传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因此秘鲁也成为了我们心目中最特别的国家。在美国，通过和本地人的沟通，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发达国家也在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种族之间的矛盾、毒品的泛滥，以及因为政府的供养而好吃懒做的人们。因为自由的环境，每个人都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自由的头脑带来了前沿的创新，但是同时也带来一些极端的思想。所以我们想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地方。第3点，我们想分享的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些先行者，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尝试打破既有的框架，构建自己心中那个完美的家园。在危地马拉，我们遇到了正在构建一个艺术和瑜伽社区的垮掉派作家卢克。他的社区 Karuna 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同时他也在帮助本地原住民的生活发展。那一片区域因为多个社区吸引了很多不同的人，逃离传统社会框架来到这里，成为了一个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地方。在美国，我们的朋友 Brick 夫妇，他们远离人群，用自己的力量复苏几乎消亡的故乡，一切从零开始，用集装箱建房子，构建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创造者，我们都需要为我们想要的生活付出我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既被人尊敬，也被人不理解。他们在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另类的先行者，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让我们看到人类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接下来我想说回到我们自己，在这1年当中，我们自身都有哪些成长？2021年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疫情的情况之下继续完成我们想要的游牧生活，在不挂靠公司一边旅行一边工作的情况之下，如何既能保证职业上的成长，同时又能过上比较好的物质生活。这1年呢，我职业发展上有个大的突破，就是我开始有了国际客户了。
其实，在这趟旅行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连用英语聊天都不太行，但现在我已经勉勉强强可以用纯英文去参加一些商业会议了，所以我还挺开心的。虽然说一路上呢也遇到了很多挑战，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在数字游民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顺利了。同时，我还有一个小目标，就是我希望未来我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希望能达成。在2021年，我也终于重新开始了我的瑜伽健康事业，终于用英文开始在旅途中教授瑜伽，而且我也作为翻译组织了一些身心健康相关的线上课程。同时，我们的自媒体也开始恰饭了，终于在做视频2年以后，我们终于有了一些物质上的回报，而且呢，我们也收获了更多的粉丝，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也，然后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OK， 在这1年里面，我们也尝试了知识付费，然后点亮了我们自己的投资技能。总体来说，我们的生活正在越变越好。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挺厉害，因为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过上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但是同时又会觉得自己其实非常的渺小，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太多太多厉害的人了。就很多人会说就是羡慕我们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不需要羡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同时呢就是在心中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然后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努力、不断的积累以后，这个种子终有会发芽的那一天。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自己的理想生活。因为远离了曾经内卷的环境，虽然我们一直都有在非常努力的工作，但其实整体上来说，我们的心态更加的坦然了。而且因为离开舒适圈久了，对那些未知的事情也没有那么的恐惧了。这2年在世界上行走、体验和学习的经历，让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变化着，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我觉得对于个体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去拥抱这种变化，然后同时提升我们的个人能力，可能的话也去拓展我们的视野。可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时代过得更加清醒、更加有意义一些。过去这1年你过得怎么样？新的1年又有什么新的目标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哟。2022年，我们不再期待去更多地方了，我们希望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从物质层面啊、精神层面都能更加的更丰富一点。然后我们也希望能把我们的经历、经验更多的沉淀输出出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启发帮助到更多的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我们是一对很普通但是又很特别的90后夫妻。拜拜，拜拜。